你有沒有算過，為了不讓同事覺得你怪，為了讓長輩覺得你乖，你一天到底要殺死多少個真實的念頭？我們把自己活成了一個標準化的零件，最後卻發現，這個世界根本不缺一個好用的零件，它缺的是一個有靈魂的人。難道你這輩子就真的打算這樣平庸的演完嗎？既然人生是一場注定要散場的戲，與其演一個路人甲，為什麼不演得華麗到讓所有人窒息？哲學界最迷人的反派大師王爾德要教你，愛自己才是浪漫的最高級。這支影片會幫你卸下那些廉價的假面，教你如何用毒舌與美學，活出一種連生命都不得不仰望的高級感。Welcome to Origin Vance。嗨，最近好嗎？我是 OV， 帶你用游俠之眼看穿世界。歡迎來到 OV 的原理游俠之旅頻道。想象一下這個情境哦，如果我現在告訴你，你每天為了在公司裡顯得很合群，所付出的那些努力，不但是白費力氣，而且正是讓你覺得超不快樂，甚至阻礙你成功的罪魁禍首，你會不會覺得我根本在胡說八道？一般人第一反應絕對是覺得這太扯了。對啊，所以我們今天這趟探索要把時間快轉回19世紀末，去拆解史上最毒舌、最優雅，也最懂那種言上操作的男人，也就是奧斯卡·王爾德的腦袋。這真的不只是一場歷史人物的回顧而已，我們要在2026年這個你知道幾乎每個人都活得像影印紙拷貝出來的時代，幫你提煉出一套能讓你不再焦慮、優雅存活的靈魂香水配方。其實，當我們去檢視現代人的心理狀態時，你會發現王爾德雖然是維多利亞時代的人，但他對人性的剖析簡直就像是為我們這個被演算法綁架的社會量身定做的。真的超準的。對，我們要探討的核心其實是一個大家都很痛的現象，就是我們為什麼會集體陷入一種平庸症候群？這裡最有趣的地方在於，王爾德有句名言很精準地刺中這個痛點。他說：“做你自己吧，因為別人的位置都已經被人佔了。”等一下，這句話現在聽起來有點像那種會印在馬克杯上的廉價心靈雞湯。哈哈，確實很常看到。對啊，可是如果我們把它放在今天的社會脈絡下看，其實超級諷刺的。你剛剛說我們被演算法綁架，這點我真的超有同感。你滑開社群軟體，大家去同一間網美咖啡廳，喝着成分一模一樣的燕麥奶鐵，連拍照套用的濾鏡，都是同一組。我們好像非常害怕自己成為那個不合群的異類。沒錯，其實這種恐懼它是有演化跟社會學基礎的。在我們人類的潛意識裡，脫離群體往往就意味着生存危機嘛。原始人不合群就會被老虎吃掉之類的。對，就是這個概念。但到了2026年的現代，這種求生本能反而變成了一種知性上的慢性自殺。王爾德觀察到一個很殘酷的現象，他說，絕大多數人都是他人，他們的想法是別人的意見，他們的生活是模仿，他們的情緒是引述。哇，這句話好狠哦！念台詞而已。所以就是說，我們把生活活成了一份產品說明書啦，照着步驟1、步驟2去做，保證安全，保證不會出錯，但也保證無聊透頂。完全正確。如果王爾德看到我們現在小心翼翼經營的那些職場人設，他大概會直接翻個超華麗的白眼吧。不過，這就讓我想到一個很現實的矛盾哦。什麼矛盾？如果我今天在早上10點的跨部門會議上，完全不顧一切地展現我真實而且怪異的自我，我大概下午就會收到人資的資遣通知了吧？社會就是在逼着我們戴上面具啊。這難道不是一種無可奈何的虛偽嗎？其實這就是多數人會掉入的思考陷阱。我們總是把戴面具跟虛偽畫上等號，覺得只有卸下防備的那一面才是真實的自己。難道不是嗎？王爾德的美學觀念在這裡完全顛覆了常理。他提出了一個非常深刻的心理學洞見。他說，面具才是真相。停下，這聽起來完全違背邏輯啊！為什麼遮掩真面目的東西反而會是真相？如果我們冷靜地去解剖所謂的人類真面目，你會發現，那通常充滿了鬥物性的本能，像是貪婪恐懼混亂，甚至是非常無趣的生理需求，那是完全未經雕琢的原始狀態。
聽起來的確不怎麼迷人。對，相反的，當你為了適應某個環境，或是為了達成某個目標，而在腦海中構思並戴上一副人格面具時，那個面具的模樣其實反映了你最高的品味、你的智力，還有你真正渴望成為的樣子。所以面具是你大腦運作的結晶，它是一件藝術品，它比你那混亂的原始本能真實太多了。哇，這個切入點太有趣了啦！所以問題根本不在於我們在職場上扮演角色，因為人生本來就是一場沉浸式戲劇嘛。我們真正的問題在於，我們選擇的面具太過無聊了。沒錯，沒錯。我們明明可以自己寫劇本，卻甘願去演一個連名字都沒有、只會點頭附和的路人甲。這讓我想到資料裡提到的一個魅力綻放公式，我真的覺得超酷的耶！哦，你說那個數學公式的類比嗎？對，我來跟聽眾分享一下哦。假設個人魅力是一個數學結果，它的分子是你身上真實的怪癖還有獨特性，而分母呢是你的社交恐懼乘上社會給你的平庸過濾器。這個公式把抽象的概念具體化得很漂亮。真的，我來消化一下這個公式哦。如果我要讓我的魅力值飆到最高，我不能去抹滅我的怪癖，因為那是分子嘛。我反而要去縮小分母，也就是把那些害怕別人眼光的恐懼感，還有逼我變得跟大家都一樣的過濾器給拔掉。理論上就是這樣運作的。如果我們把這連接到更大的格局來看，與其把寶貴的精力花在研究怎麼像某個成功的主管，或是模仿某個網紅的講話方式，不如把身體拿來精雕細琢你自己的稜角。因為在職場上，可預測性就等於可替代性，對吧？說得太好了。如果你總是給出標準答案，公司隨時可以找一個更便宜的 AI 或是新人來取代你。真的，想象一下那個極度枯燥的下午3點鐘會議，大家都在打瞌睡，都在附和主管那些陳腔濫調。這個時候，你其實不需要為了展現合群，也跟着變成背景板啊。是的，你反而應該把握機會。對，你如果能用一種充滿機智，甚至帶點幽默風度的發言來打破僵局，展現出你獨特的思維模式，這才是最大的職場槓桿。確實如此。但這又會衍生出另外一個心理障礙了。如果我真的開始高調展現這種怪異的自我，周遭的人一定會覺得我自我感覺太良好，甚至在背後說我是個自戀狂吧。這在台灣超常見的。這點很真實。在我們東亞的社會文化裡，自戀這個詞確實背負了很沉重的負面標籤。我們從小被教育要謙卑，要隱藏光芒嘛。沒錯，就是槍打出頭鳥那個觀念。對。但如果我們去深究現代人，尤其是2026年的年輕人，內心深處的焦慮，你會發現很多人痛苦的根源根本不是太愛自己，而是覺得自己不配愛。哇哦，因為演算法每天都在提醒我們別人的生活有多完美，對不對？正是如此，社會建構了一種幻覺，告訴你，你必須要有幾張台積電股票，必須有完美的腹肌，必須擁有幾萬個追蹤者，你才有資格愛自己。對啊。但王爾德卻說，愛自己是終身浪漫的開始。他所定義的愛自己，不是那種瞎了眼的自我膨脹，而是對自身獨特性的深刻理解與捍衛。他認為，美是靈魂的尊嚴，這意味着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值得被欣賞的藝術。為了把這種有點抽象的王爾德式自戀具象化，我腦海裡一直浮現一個超爆笑的畫面。什麼畫面？就是一隻胖胖的橘貓。橘貓？對，你想想看哦，一隻橘貓可以每天下午坐在窗台上，花整整3個小時專心致志地舔自己的毛，把每一個角落都理得順順的。你會走過去指着那隻貓罵說：“你太虛榮了，你這個自戀狂嗎？”哈哈。這是一個極具啟發性的畫面，當然不會有人去指責一隻貓啊，對吧？因為對那隻貓來說，這不是虛榮，這是它對自己這身橘毛的最高尊重。橘貓的心裡絕對沒有在想，我要舔得比隔壁那隻黃金獵犬還要漂亮，這樣人類才會喜歡我。它只在乎自己。沒錯，它根本不在乎鄰居或人類的想法，它只在乎今天下午打在它身上的這束陽光，還有它自己爽的爽。
這種我稱之為橘貓的斯多葛智慧，其實就是王爾德在講的核心啊。這個比喻真的太妙了。當你開始專注於欣賞自己的特質，大方接受自己的情緒，甚至可以幽默地嘲笑自己的失敗時，你其實是建立了一個最穩固的內部堡壘，這才是最穩固的戀情嘛。把王爾德的唯美主義和橘貓連結在一起，這的確是個非常生動的心理學隱喻。不過，當你帶着這種橘貓般的自信走進實施這世界時，現實往往是骨感的哦。怎麼說？社會不會總是給你溫暖的陽光哦。當你的稜角開始刺到別人，或是你的光芒讓別人感到刺眼時，你無可避免地會迎來批評。在網絡時代，這就是所謂的酸民攻擊嘛。我們該如何將這種哲學轉化為具體的防衛機制？沒錯，這也是我最想知道的。我們懂了理論，可是走在路上被狗咬的時候，總不能只是優雅地看着傷口流血吧？我們需要一件毒蛇防彈衣。王爾德一生因為他前衛的作風和形象，受過無數的流言蜚語，甚至是整個維多利亞社會的猛烈抨擊。他當時真的是被炎上到不行但他應對這些攻擊的姿態啊，展現了極高的心理素質，我們可以稱之為優雅的藐視。他曾留下一句極具殺傷力的名言，他說：“這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比被人議論更糟糕，那就是沒人議論你。”哇靠，這心態轉換得太漂亮了吧！與其因為被罵而陷入內耗，不如把酸民的口水當成免費的聚光燈。從心理防禦機制的角度來分析啊，王爾德看透了批評者的本質。那些熱衷於在暗處指指點點、攻擊你不切實際或太過招搖的人，往往是因為他們自己缺乏創造美的能力與勇氣。所以他們其實是在嫉妒。可以這麼說，他們對你的憤怒，本質上是對自身平庸生活所發出的求救訊號，因為你的自由，映照出了他們給自己設下的牢籠。所以王爾德說，公眾意見不過是對無知的神話，你必須在自己的內心建立起一種靈魂的階級感。等等，靈魂的階級感，這個詞聽起來有點傲慢耶，但我猜這應該不是指社會地位或財富上的階級吧？完全不是，這是一種心理邊界，這意味着你清楚知道自己的靈魂價值，因此你不會輕易降低自己的維度，去跟每一隻對着你狂吠的狗停下來爭辯。啊，懂了。你的時間和情緒資本太寶貴了，根本不該消耗在那些無法理解你美學的人身上。這有讓我想到，如果要把這種階級感落實在2026年的日常生活中，其實有幾個很具體的實戰操作可以做。首先，我們真的要戒掉過度謙虛這個有毒的習慣。這在台灣真的太普遍了。對啊，在我們的文化裡，別人稱讚你一句，哇，你今天的簡報做得真好，我們通常的反射動作是什麼？就是哪有都是大家幫忙啦，其實我超緊張的。這種無意識的自我貶低，其實就是在削弱你自己的靈魂階級啊。這種文化慣性確實會慢慢侵蝕自我價值感。那如果是王爾德式的應對會是如何？坦然接受並且加倍奉還這份自信。我建議大家現在就試着在心裡默念一次哦。下次再有人稱讚你，試着看着對方的眼睛，微笑着說：“我也這麼覺得，感謝你的好眼光。”哈哈，這招蠻猛的，對吧？這不是傲慢，這是一種不卑不亢的氣場展示。再來，我覺得最能體現他精神的是第二招，生活藝術化。很多時候，我們覺得每天就是為了生存而掙扎，隨便吃，隨便穿。但王爾德說過，我所有的天才都花在生活中了，作品裡留下的只有才華。這句話點出了一個關鍵，審美不應該只存在於美術館裡，它應該是一種日常的實踐。沒錯，這就是生活掌握感的來源吶。就算你今天加班到晚上10點，回家只能吃微波爐意大利麵，你也絕對不要就那樣站在廚房用塑膠盒吃，給自己拿一個最漂亮的盤子擺盤，
倒一杯氣泡水，就是要有一種儀式感。對，就算只是一個無趣的例行性報告，你也可以在簡報設計裡藏一個只有你懂的幽默巧思。當你開始對這些微不足道的生活細節講究，你的靈魂就再也無法忍受對現實將就。將生活細節藝術化，其實就是一種微型的自我救贖。而面對生活中的挫折，王爾德也展示了一種極為華麗的反擊方式，就是用幽默感來消解苦難的重量。這個第三招華麗的反擊，我真的極度推薦大家試試看。發生了超級尷尬、丟臉到像鑽進地洞的事情時，與其在棉被裡崩潰，不如把它寫成一個超荒謬的段子發在 Threads 上，把悲劇變成喜劇。對，如果被公司無預警裁員了，你可以打電話跟朋友說，哦，這間公司終於發現它的格局配不上我的才華了，我現在是被迫提早開啟我的偉大航道了。當你能夠用一種近乎荒謬的自信去嘲笑眼前的災難時，那個災難就瞬間失去了控制你的力量，你重新奪回了敘事的主導權。透過幽默來奪回話語權，這在心理學上是非常高級的防禦機制哦。不過，如果我們把對話推向更深層次，這其實會引出一個無可回避也相當殘酷的質疑。怎麼說？這些華麗的包裝啊，幽默的反擊，把微波食品擺盤的性質，聽起來似乎都是建立在生活還過得去，我們還有餘裕的前提下。這就像是一場在順境中才能玩的高級遊戲。的確。但如果有一天，生活真的把你狠狠砸向地面呢？當你失去一切，跌入萬劫不復的深淵時，這道所謂的唯美主義哲學，難道不會顯得像是不知人間疾苦的空談嗎？哇，這真的是一個直擊靈魂的拷問呢。的確，當飯都吃不飽，或是面臨巨大的毀滅時，誰還管你面具好不好看呢？是啊。但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對王爾德這個人感到深深敬佩的原因，因為他並不是一個只會在沙龍裡高談闊論的公子哥，他親身經歷了這個你說的深淵。是的，稍微了解歷史的人就知道，王爾德的晚年是一場令人心碎的悲劇，因為當時保守的法律和社會道德審判，他從社交界的最頂端被狠狠拽了下來。真的是一夕之間一無所有。沒錯，他失去了名聲、財富、家庭，甚至健康，最終身陷囹圄。在雷丁監獄那段暗無天日、充滿屈辱與折磨的日子裡，他被剝奪了一切外在的尊嚴。想象那個畫面就覺得好窒息。但他並沒有因此讓自己的靈魂腐爛，這是在那種極端惡劣的環境下，他寫下了那句震撼整個文學史的文字。我們都在陰溝裡，但我們之中有些人正仰望着星空。我們都在陰溝裡，但我們之中有些人正仰望着星空。每次念出這句話，我都覺得心裡有一塊地方被重重的擊中了。這句話的力量真的很強大。對，這絕對不是一句逃避現實的漂亮話而已，這是王爾德美學的終極內核啊！他用他最悲慘的歲月向我們證明，即使環境再怎麼污穢，即使生活已經把你摧殘成一地碎片，你依然永遠擁有審美的自由。這裡的審美已經超越了物質層面的僵局了。它升華成了一種純粹的意志力，在陰溝裡仰望星空，意味着你做了選擇。你選擇不低頭。對，你可以選擇看見滿地泥濘，你可以選擇看見宇宙的浩瀚。最重要的是，你保留了拒絕被眼前污穢同化的最後一點力量。這是在絕對的絕望中，依然維持生而為人的尊嚴。沒錯，這就是我們今天聊了這麼多，最想傳遞給大家的概念。你的靈魂應該要有一種專屬的香水味，不是那種大眾流行的味道。對，那不是百貨公司專櫃裡那種討好大眾的商業香氣，而是一種不向平庸妥協，在深淵中依然拒絕低頭的孤傲氣息。即使周遭充滿了腐敗的味道，這股內在的香氣依然能讓你記住自己是誰。這是一個非常美麗的總結。謝謝。在我們今天這場深度探討即將結束的時候，我想以 OV 的身份跟你，也就是正在收聽的你，分享一點我個人的心得總結。在這個2026年，我們身處在一個充滿標籤、隨時都在被評斷、被演算法分類的世界。
要在這樣的環境下保持與眾不同，確實會讓人感到焦慮，甚至會因為格格不入而感到無比孤獨。但是，請你把王爾德的這句叮嚀深深印在腦海裡：平庸是一種罪惡，而無聊是唯一不可原諒的事情。真的，拒絕無聊。對，我們這輩子真的太短了，短到不只短你為了一個不屬於你的圈子，或是為了讓那些根本不在乎你的人覺得你很正常，而拼命去消掉自己的稜角。那樣做，你最終只會變成人海中一個面目模糊的像素點啊！你是獨一無二的藝術品，你絕對不是工廠裡大批量產的螺絲釘。說得太好了。所以，大膽地穿上你衣櫃裡那件顏色最誇張但你最愛的衣服吧。大膽地說出你心底那些有點奇怪的真實想法，去追求那些別人覺得沒用但真的很美的事物，讓那些無趣的人去煩惱吧。讓平庸的人去議論吧。你這輩子唯一的任務就是負責閃閃發光。閃閃發光，這才是真正的浪漫。沒錯。現在我想請你放慢腳步，做一個華麗的決定。我要問你一個問題，請你非常認真地在心裡回答我。如果你現在此時此刻完全不需要在意任何人的眼光，不需要管你的老闆怎麼想，不需要管你的父母會不会皺眉頭，甚至不用管路人會不會覺得你很奇怪。在這樣絕對自由的狀態下，你今天會去為自己做哪一件讓你感到非常爽，但別人都覺得毫無意義的事情？這是個很棒的問題，值得好好思考。不管那件事是什麼，把它找出來，然後痛快地去享受它吧。原理游俠之旅不只是我們的旅程，更是我們的歸宿。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加入我們共同的會員，超級感謝！我們在一起冒險，體驗這個世界。我是 OV， 期待看到你的留言回饋。朋友，我們下一場旅程見，期待與你相見。最後我想跟大家說，看到影片的你是我們的友善夥伴，可以開始訂閱。